我哋生搶租潮之下，上個月連大圍40年舊樓月租都升到2萬蚊。回顧每年5月至9月踏入暑假租務旺季，租金水平都會升至嗰一年嘅高位。而租金嘅歷史高位，正就喺2019年嘅8月。成交越旺嘅區，租金升勢都越快。近期最誇張嘅例子就有一個大圍單棟盤，呎租居然高達85蚊。呢口價直頭可以租到西半山嘅半新盤啊！租樓俾學生，投資回報係咪真係咁吸引呢？今集同大家去2個學生揾租盤嘅熱門區。第一站先去大圍柏傲莊睇一個260呎嘅一人租盤，單位叫租17,500蚊，呎租大約係66蚊。第二站去將軍澳日出康城俊海，就係一個600呎嘅3房合租盤，叫租23,800蚊，呎租大約係38蚊。喺呢兩區近月嘅租務市況係點？租樓俾學生喺簽約嘅時候又有啲咩細節需要注意呢？睇完記得 CLS 留言話俾我哋知，你又覺得學生租盤值唔值得投資，有機會獲得駕駛禮券。今集第一站先帶大家去大圍，因為大圍站所在嘅東鐵線連接多間大學，包括中大、城大、浸大同埋理大，對學生嚟講返學夠晒方便。與此同時，大圍站都係東鐵線同屯馬線嘅轉乘站，貫通港九新界。加上區內生活配套完善，係屬於發展成熟嘅住宅區，因此都吸引唔少外地學生揀大圍作為落腳點。根據代理提供嘅成交數據，就更進一步引證到大圍住宅對學生吸引力有幾大。今年7月大圍嘅租務成交量攀升到82宗，按月增幅超過3倍。回顧舊年7月，同樣都係租務成交嘅高峰，錄得78宗成交。而非暑假租務旺季時期，大圍每個月就有大約15至30宗嘅租務成交。沙田同大圍咧，其實由6月到9月為止咧，其實就屬於一個超級旺季嘅，因為呢一紮都係啲學生會開學嘅時間啦，亦都係一啲普通家庭客，因為放暑假可以即係搬屋啊咁樣。對比起淡季嚟講咧，其實旺季可以成交量都多差唔多1到2倍嘅。成交量按倍增長，令暑假期間嘅租盤都有供不應求嘅情況，因此出現搶租潮，令租金水平喺呢一段時期大幅飆升。近期租金升勢比較顯著嘅例子有大圍單棟盤柏悅，一個內地嘅女生以月租17,000蚊租住中層私室，單位係201呎嘅1房戶，呎租高達85蚊，創咗項目嘅呎租新高價。對比項目喺今年2月，同樣係中層私室嘅租務成交，面積都係201呎，當時呎租係70蚊，半年之間租金上升幅度達到21%。而業主喺2018年以515萬買入單位去計，現時可以享有大約4厘嘅租金回報。大圍站上蓋柏傲莊近期呎租同樣都有持續攀升嘅趨勢，不過因為全盤伙數多，已經入伙嘅1、2期有超過2000伙，整體租盤供應量都會比較多，因此租金升勢都相對柏悅慢啲。帶大家回帶2年前，喺2023年嘅1月，開嚟參觀過柏傲莊2個租盤，其中327呎嘅1房放租盤，當時叫租18,000蚊，呎租大約55蚊，當時已經屬於九龍價。而現時同類1房最新租務成交，呎租已經攀升到61蚊，升幅超過1成。而今集參觀嘅放租盤就係柏傲莊2期，一個264呎嘅開放式單位，係位於7A 座低層 E 室，業主現時叫租17,500蚊，呎租大約66蚊。喺呢個200零呎嘅開放式單位啦，所有空間就真係一眼睇晒㗎啦。咁要點樣喺呢個有限嘅空間入面砌晒寢區同埋廳區嘅傢俬啦？咁我個人就覺得啦，咁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咧，可以擺一組到頂嘅儲物櫃，咁然之後前面就擺一張單人床，因為咧要預留翻一個通道出入露台。咁床頭就喺呢一度啦，咁我前面呢度靠窗啦就係床尾。咁單位另一邊就可以擺茶几或者餐台仔。如果日常會自己煮下嘢食，我認為啦，最好就喺玄關同埋起居空間之間加翻糖簾嚟到阻隔油煙。咁玄關其中一邊咧就係開放式廚房，咁都算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，咁都有齊晒發展商配備嘅基本家電，例如係電磁爐啊、雪櫃同埋蒸焗爐。
玄關另一邊就係洗手間，設有企缸，但就係冇窗嘅黑廁。沖涼同埋喺洗手間晾衫嘅時候都要記得開浴室寶，避免洗手間長期潮濕，加快牆身同埋其他物件嘅損耗。廁所都有空間可以晾衫啦，同埋下面都有一部洗衣機。如果講究衛生嘅話，都唔使攞啲衫去洗衣鋪洗。單位就係業主喺2020年嘅11月斥資610萬買入嘅樓花，2022年年底收樓之後就一直丟空，層樓冇人住過，因此單位好新淨。若果以現時業主叫租17,500蚊租出，呎租大約係66蚊，回報大約係3厘4。我個人認為業主現時叫租都算比較保守，因為今年8月初都有一宗開放式單位租務成交，呎租係達到77蚊，係創咗屋苑同類單位呎租嘅新高價。呎租係比起放租盤高大約16%。就係6B 座嘅低層 D 室，實用面積266呎，係獲得一個中大嘅內地生以20,500蚊承租。由於內地學生嚟香港租樓冇入息證明，冇辦法擔保佢哋會每個月準時交租，因此業主一般會要求佢哋先預繳1年租金，以及額外2個月嘅租金作為按金。以大圍區一般開放式單位同埋一房，平均月租大約17,000至2萬蚊計。學生簽約嘅時候，一般要向業主一次過交大約23萬至到28萬。換言之，學生本人都要有相當嘅財力。如果希望減低住屋成本，唔少學生就會揀合租，同幾個同學一齊分擔租金，租住2房至4房單位。但同時都因為有人一齊夾錢，住屋預算鬆動咗，再加上搶租潮，佢哋都願意一齊俾貴啲租。結果都推高租金水平。啲學生咧，因為佢哋傾向咗夾租啦，咁有機會4個或者5個學生一齊夾嘅。咁同我哋傳統家庭客唔同啦，因為我哋家庭客其實一個家庭，但佢哋係講緊4或者5個家庭去夾咗一個單位。所以咧，如果譬如佢哋每人加500蚊或者1,000蚊咧，整體嗰個租金都會好唔同嘅，係啦。近期比較矚目嘅學生合租成交案例，有樓齡40年嘅大圍金禧花園，一個314呎嘅2房戶，喺今年7月底以2萬蚊租出，打破屋苑紀錄，呎租係高達64蚊。新租客係3個內地學生，假設佢哋3個人平分租金，每個人嘅月租大約係6600幾蚊，已經比起一個人租住開放式或者一房戶平超過一半。而呢一宗成交對比金禧花園同期其他2房租務成交，平均係高超過30%。參考屋苑近期大部分嘅新成交呎租，介乎大約45至55蚊。而單位業主係喺今年3月以463萬買入單位，現時租出可以享有大約5厘2嘅租金回報。以新買單位嚟講，算係唔錯嘅回報率。受學生搶租潮帶動，另一個租金升勢顯著嘅住宅區就係將軍澳，尤其係坑口站一帶，因為坑口有小巴可以直達科大。有代理指出，當中揀住將軍澳嘅內地生有大約40%都係進駐坑口，都令呢一區嘅平均呎租由今年1月大約37蚊，到8月初升至42蚊，升幅大約係1成4。租務成交量喺暑假租務旺季升幅都更加顯著，6月同7月分別係錄得87宗同86宗成交，淡季就只有10幾20宗。回顧今年7月初嘅時候，都有代理指出，當時坑口區各個屋苑只係剩返唔夠10個放租盤，有供不應求嘅情況，令更多學生選擇去到康城站一帶揾租盤。可以見到康城站一帶由2024年1月至今，平均每個月錄得大約190宗租務成交。喺暑假租務旺季，高峰就會升至280至到300宗。康城站住宅優勢在於戶型選擇更多元化，喺新盤海欣莊園就有將軍澳區罕有嘅開放式同埋一房細單位，面積大約200至320呎。有財力嘅學生就會一個人承租一個海欣莊園細單位。現時屋苑開放式單位月租大約係13,000蚊，呎租59蚊；一房月租大約就係14,000蚊，呎租大約50蚊。就因為海欣莊園呢，佢哋啲單位好新，
大部分都連家私嘅，係廳房都齊晒家私，即係好似啲國內學生咧就叫拎包入住。咁同埋佢哋因為門口就已經有正一架 van 仔係直去坑口去科大嗰個 van 仔嘅，即係佢覺得都叫點對點再對點咁咯。即係佢哋最中意睇小紅書，小紅書就教路，讀科大就租海欣莊園。咁如果有能力afford嗰啲咧，就會一個人租間細嘅海欣莊園。咁經濟啲咧就夾租一個日出康城嘅3房單位。頭先就喺大圍同大家睇過開放式嘅單人租盤，所以今集第2站就同大家去日出康城俊海參觀一個629尺嘅3房合租盤，單位現時叫租23,800蚊，尺租大約係38蚊。成個廳嘅面積咧係超過100尺，咁所以咧我預計將來即使擺晒大型家私嘅話啦，咁成個廳嘅空間感都唔會話太壓迫。咁再加埋呢個廳咧係面向東南方，咁外望呢一個好遼闊嘅山景，咁將自然景觀引入單位入面啦，咁令到成個單位嘅空間感都更加大啊！大單位可以明確分開客飯兩廳，為租客塑造舒適嘅 common area， 而且開放式廚房同睡房都有一段距離。就唔使好似住開放式單位咁，要擔心煮嘢食太大油煙，會將氣味傳到去寢區。揾到好嘅租客，唔會住到間屋溶溶爛爛，咁都有利業主咁將來再出租單位，唔使花多筆錢去執收單位。就好似呢個單位咁，咁據代理透露啦，咁上一手嘅租客就係3個女學生租住，咁間屋咧都保養得幾得意㗎，咁例如牆身咧都冇太多污漬同埋崩花嘅情況。咁但係學生就要注意翻啦，呢個單位咧冇太多大型嘅家私，而家咧就只有一張長台可以用嚟食飯。走廊連接3間睡房，其中2間細房面積大約都係50尺，開積差唔多都係四四正正。而家靠窗擺咗單人床，旁邊就有張書台仔。不過其實2間細房都冇收納櫃，租客就要自己買翻儲物箱，甚至可能要將個人物品擺出廳。以現時房間嘅格局，只有書台嘅台底，勉強可以擺到一個細膠箱。如果想大執位，例如將書台搬出客廳，喺房間增加收納櫃，喺租約結束嘅時候都要還原單位。此外，仲要同合租伙伴協商，清楚界定公共範圍空間，並且取得大家同意，先至可以將部分廳區用嚟擺個人物品。合租仲有唔少生活小細節，要同住嘅租客講清講楚。以呢一個單位為例，浴室表面係主人房套設，實際就要所有人一齊 share。咁浴室就有2道門，咁一道就通往客廳，另一道就通往主人房。咁所以用嘅時候都要鎖緊2道門，避免俾其他人入到嚟。咁同埋都要同住嘅人磨合好，避免有爭拗啊。而合租最常見嘅爭議，往往都離唔開錢銀分配。水電煤邊個負責過數交錢？最好喺入住之前已經同室友夾好晒。仲有邊個住大啲，租金比貴啲？唔係猜層層就可以簡單解決到。主人房嘅面積明顯大好多，而且張床都闊落啲㗎。咁外接一個工作平台，咁所以理論上啦，拆租嘅租金都會貴啲。咁租客之間咧都要溝通清楚啦。假設單位以業主現時叫租23,800蚊租出，3個學生以3:3:4嘅比例分拆單位租金，估計2間細房嘅租客月租分別係7,140蚊，大房月租就係9,520蚊。比起細房高咗33%，每個月可能要俾多2,300蚊，一年就多28,560蚊。如果慳到呢28,000，已經夠去2次日本旅行，所以都真係唔係咁容易應承做比貴租嗰一位。放租盤業主喺2017年以973萬買入單位，如果以叫租23,800蚊租出，估計租務回報大約係2.93厘。回顧單位上一份租約月租21,000蚊，新租約嘅回報可以增加大約13%。雖然學生租盤回報唔錯，但投資者都要留意同學生簽合約嘅細節，先可以保障到雙方嘅權益。首先就係擬定交租安排，無論係合租定係單人租盤，業主一般都會要求學生要一次過交1年嘅租金，並額外提供至少2個月嘅月租作為按金。呢一個安排既可以保障業主嘅利益，都可以方便管理租務。
業主既可以利用按金應付單位可能會出現嘅損壞問題。如果單位因為人為因素有損壞，而租客喺業主收樓之前已經離開香港，導致冇辦法追討賠償，業主就有權選擇唔退還按金，以補償相關嘅損失。第二，合約內容要清晰列明所有租客嘅名，同時規範租客行為。例如3個人合租單位，合約上面就要列晒3個租客嘅名，並且明確規定唔可以隨意轉租客、增加額外租客，亦都禁止租客以二房東身份將單位轉租俾其他人。都建議啲業主咧做個住戶證咧，咁佢3個人租咧就淨係做翻佢3個人嘅卡咁樣咯。第三係關於租約嘅安排。假設租約係1年生約、1年死約，業主需要注意幾點：一係死約結束之後，如果第2年有意續租嘅話，就要喺合約當中列明，業主有權喺死約期結束之後進入單位視察，檢查單位嘅現狀係咪完好無缺。二，由於一般租約期內業主冇權進入單位，因此租金年繳嘅安排就要喺合約當中清楚說明。例如第2年續租嘅話，就要一次過支付全年嘅租金，同時每年續租嘅時候，業主都需要進行單位檢查。三，業主需要留意續租嘅住戶係咪原合約嘅學生，並且到管理處檢查住戶證嘅使用人名稱有冇改動。代理另外建議，同學生簽租約最好只係1年死約，因為1年結束之後就可以即刻換租客。租約最好係1年嘅死約，就冇刪約期嘅，因為通常你要刪約期咧，佢可能就會遲咗1個月先至交樓俾你，1個月通知啊嘛。每一次咧夠咗1年緊約，你就換第2批租客。就算係呢批租客呢3個同你續租，你都即刻見面，冇免租期，即時再同佢立多1年。最後就係要釐清金錢同埋責任分配，租約上面要列明水電煤等等嘅日常開支係咪由租客自己負責，仲有關於單位內嘅物品自然損耗同埋人為損壞，都要清楚說明責任歸邊個。一般情況之下，若果係自然損耗或者結構性問題造成嘅損壞，都應該由業主負責。但如果係屬於租客嘅人為破壞，賠償責任就應該由租客負責。租客喺入住之前都應該仔細檢查單位，確認有冇已經存在嘅問題，例如家私損壞或者設施老化。如果未檢查清楚，而喺入住之後先發現問題，責任就可能會落入租客身上，就會帶嚟不必要嘅爭拗。搞到稿未啊？天黑啦！埋尾啦！好啦，咁順便問下你做完呢一集，你又點睇搶租呢個現象啊？咁我自己喺香港，我就喺香港讀書啦。咁所以以前有得揀，我就可以翻屋企住，咁都唔使話讀書嘅時候就要捱咁貴嘅租。咁但係代入一啲外地學生嘅角度去諗啦，佢哋人在異鄉都係想揾一個瓦遮頭。咁就算而家香港嘅租金貴得離地，但係佢哋都係迫於無奈，都係要接受現實。咁我諗而家我更加關心嘅就係啦，喺一個租金水平升得咁快嘅速度之下啦，咁其實對於好多家庭嚟講，佢哋都會好擔心，萬一業主加租嘅話，其實對於成個家庭嘅負擔都會大好多。咁再加埋，即係好多後生仔可能畢業幾年都會想搬出嚟自己住啦。咁但係呢個 moment 其實都會卻步。咁但係如果企喺投資者嘅角度去諗嘅話咧，其實租樓俾學生咧，回報的確係幾可觀。咁再加埋最吸引嘅就係可以收晒1年嘅租金啦。咁當中嗰筆錢都可以攞嚟做投資啊，或者做定期儲蓄。咁大家又點睇咧？歡迎留言一齊講下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